这就是我们谈判的筹码。经常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BD 就是消防队员哈。那么突发事件，也就是这种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对 BD 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一般危机也就是一个潜在的机遇。寻找新的客户像打猎一样，长期的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药不能停，大家平时吃药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手里这颗小药丸有什么故事？它是怎么从无到有一路过关斩将跑到我们手里的？大家好，我是小黑，我是灰原，我们是丁卡1001大药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前所未有的逆转时间的药丸，实现全人类永生的同时，会以这款虚构的药丸为脉络，帮大家揭开药物从无到有，从一个想法到生产，从研发到临床研究，再到普通人手中的这段神秘过程的层层面纱。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小故事，和我们一起期待吧。聊完趋势啊，我们回到日常，在 BD 工作过程当中，一般你是如何去发现潜在客户并建立这些信任关系的呢？对，我觉得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大家会通常觉得，哎，你之前已经有一个客户圈子了，那你应该可以直接就是说把这个业务推广给你现有的这个圈子里面的客户。整体来讲呢，我实际上是不太同意这个看法的。原因是，除非你现在这家公司和以前公司业务完全相同，而且具有完全一样的竞争力，对吧？那么从那个层面上讲，可能也就不需要 BD 做太多的推销，那么客户应该就会选择你这家公司去一起考量。实际情况呢是，我觉得几乎去每一家新的公司，你都要去开发新的客户。那就有一个问题，就你刚才问的，哎，怎么去找到这些客户，怎么去获取这个信息？之前咱们提到一个商机和客户的寻找，那么有一些通常的渠道，比如说数据库啊，通常的行业会议呀，甚至是投资人啊、孵化器呀，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就是说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参会者都是客户，潜在的客户。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尤其在湾区，圣地亚哥、波士顿、纽约、宾州这样的地方，实际上都是生物技术行业很密集的地方。那么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一定要去参加家门口的活动，因为可能你住的这个地方，你们家小区可能就有很多的潜在客户，所以我会说，这个拓展这个客户圈子，就是从小到大。慢慢的滚雪球。我还想讲一点，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说，千万不要抱着很强的目的性去拓展客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关系，包括和客户的关系，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带着太强的目的性，通常就会把人吓走了，那就没有办法建立这种信任，对吧？因为建立信任的基础实际上是大家彼此要了解对方的需求。那么我的需求是我要推销我的这个产品和业务，对方的需求可能是他需要完成一个项目，或者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需要做好，然后能够对他自己的职业提升带来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互相理解对方的需求的点，然后找到什么地方是共赢的，能够帮助我帮助他，都能够在我们的职业上能够达到下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注重长期关系的维护，而最终能够让我们这个 BD 交易成功的一个方式。我比较好奇，在您平时不上班的工作之余，你会做什么来放松或者充电呢？比如说看什么书，关注什么资讯频道，或者是做什么运动，定期和周围的同行或者投资人聚会聊天。有时候不是为了什么具体项目，就是可能单纯的拓展自己的社交圈，能帮助您保持这个行业的竞争力或者是信息的敏感度。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特别 social 的人，应该说，因为我的性格测试，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是 INTJ，
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就是各种性格测试的指标。我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我会比较需要一段自我相处的时间。那么在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不工作的情况下，我的爱好其实还比较杂哈。我会比较喜欢做饭，然后我会比较喜欢走路，然后我喜欢听 podcast，比较喜欢看书。然后我一般做的运动会是瑜伽，冬天的时候比较喜欢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就是做那个 stand up board，就是那个滑那个桨板。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自己独处的时间，就是我经常觉得这样能够让自己呢身心都得到放松，然后这种时候我一般不会去想工作的事情，但是我同时也会有比较强的好奇心，还有比较广泛的兴趣，所以其实我一般会去听一些比较杂的东西，可能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心理学，然后可能看起来和现在这个生物医药圈不太相关的一些信息。但是我恰恰觉得，有时候在听其他行业的进展也好，或者就是看其他的人如何去处理一段关系，或者是如何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对我自己这个行业会有比较多的启示。对，刚才你也问到会看什么书，实际上我是一个侦探迷。早期的时候，我把福尔摩斯还有这个阿加莎的这些小说中英文都看了无数遍哈。那么我也会去追一些现在的外面的这个侦探小说，有时候偶尔会去看，然后也会看一些追剧，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追剧。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说回到一个做 BD 的，我发现很多做 BD 的人都会喜欢，就是去解决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像做拼图一样，就是做 puzzle，就是你会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零散的部件，但是最终你慢慢的，所有的 piece 都会 fit 在一起，变成一个 big picture。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常要跳出来，脑子里要有那个 big picture。你知道我感觉您这个个人爱好很 INTJ。是的。我们原来那个播客的名字叫做 APTX4869。哦，对，一开始名字并不是 Vita 1001，然后 APTX4869就是那个你有没有名侦看过探柯南，动漫？对，《名侦探柯南》里面的那个让柯南变小的药物。你们也是 INTJ 吗？很好奇的问一句。我们加起来可能是 INTJ，我是 INTP。然后我是 INFJ。哇，所以我们前面两个都是一样。对，那说回到这个性格测试，既然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说 BD 可能会需要很多与人交流的一些属性，你不仅对外对客户要有一个很强的沟通能力，那你对内也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的沟通能力，就是要把公司里的研发、临床、法务、市场这些团队全部给拢在一条线上，让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一起工作。作为一个 I 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嗯，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工作里面总会有一些时候是需要克服自己，或者是内心的恐惧，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习惯也好，去做一些违背自己的就是天性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其实想告诉所有的爱人的就是，这个沟通实际上远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因为它并不是需要你在所有的时候都和所有的人要做很多 small talk，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其实更多时候，它是需要你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经常这样说，所有的会你都可以把它凝练成一个目标，就是说他一定在开完会的时候需要做成一件事情，达成一个目标。那么一旦清晰了这一点以后，实际上剩下的就变成像做题那么简单，就是说 OK， 我要达成这个目标，那我往回走需要哪些路径，然后现在我的起点在哪里，对达成这个目标和走这个路径比较重要的部门或者人是哪些。因为我想很多做技术出身的人，我们都喜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学，然后剩下的就是去执行了。刚才讲到了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就是 BD 虽然是在外部要和客户交流，最终要达成交易，但是对达成交易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讲占据一半的时间需要去做的是协调内部。
比如说举个例子，内部你可能需要先和研发人员协调好，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做这个项目。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项目比较后期的话，你还要去和内部外部的负责临床实验的部门也要沟通。那么这个是技术侧的，非技术侧的也有法律啊、法务啊、市场啊、财务啊，各个部门要能明白这个交易里面的条款是不是合适。所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体验就是说，沟通、沟通再沟通，没有多的沟通，只有沟通永远不够。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每次拿到每一条消息，我们都立刻不加思索的、不加过滤的把它告诉别人。我觉得其实有效的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怎么有效呢？我觉得就回到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学，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会议，它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把它简化成一个目的。比如说实验出了问题，动物死了，然后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期到的，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涉及到研发部门、实验团队，然后可能也要涉及到财务，对吧？因为我们要调整这个合同。那么我觉得第一时间可能是要有一个跨部门的会议，要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要确保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从财务侧我们要大致了解我们可能能够有什么补救的方案，技术侧、财务侧都应该有。这个就是我们会议的目的。拿到这个解决方案之后，然后就要让大家知道我们需要和外部进行这样一个交流，就是 next step 是什么。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 BD 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当时看似复杂或者很严重的一些信息，要把它转化为一些清晰的决策和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步骤，然后来调动应该调动的资源，然后大家可以达成共识。我感觉我们采访了这么多期，其实我想象中有很多可能 E 人更擅长干的工作，其实他们都是 I 人。可能他平时他擅长独处，他会自己做很多的思考，他对信息的消化能力可能会更高一点，因为他不喜欢社交，所以他沟通起来反而是更高效率的。我这不说废点我话，完全我们同意。就把这个事儿弄完。是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那我想我肯定也是有偏见的，因为我们都是 I 人。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可能 I 人更侧重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往往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我觉得 I 人可能会比较冷静，然后他可能会去想如何用最短的路径、最有效的办法能够达到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自己的 MBTI 啊或者怎么样，就把自己局限于 I 人才能做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原来认为不可以做的工作，其实你也能做。而且大家应该是更加看重的是你的专业性，而不是你的这个人的一些 MBTI。我常常觉得方法学很重要。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 BD 是一个性格决定的，或者说是一个天性喜欢社交，或者是你自然而然的能跟人聊。实际上，我往往觉得 BD 更重要的是能 active 的 listen，就是能够听取对方的信息，然后能够非常有效的转化，然后能够很快的提炼出一套应对的解决方案。聊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都知道，在 CRO 做 BD 跟在药企里面做 BD 很不一样。在跟客户对接的时候，客户可能会压价格，但是又会给你提出很多高质量的要求。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把客户的需求转化成一个可以落地的合同？就是我们也不亏钱，你的要求我们能达到。是这样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场景，就是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想压价格。那么我们通常会说，在这个 CRO 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一定会听到客户跟你说这三样东西，那就是他最注重的三个要素。一个是服务的质量，后一个是时间，一定要效率高，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那这三个东西什么最重要呢？那一定是质量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你牺牲其他两个，那一定是质量。我想没有哪一个客户会说你给我便宜一点，你质量可以差一点。我不觉得有任何客户会这样去说。所以呢，在应对这个对压价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回到最基本的层面，就是说在这个项目里面，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技术别人没有，能帮他做成这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设备就能帮他在他要求的时间内拿到这个结果。还有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市场上就有这样的口碑，我们的成功率就是很高。比如说在做后期生产的时候，你不太能接受这种失败的风险，对吧？所以说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证的这一点，那么通常是质量。那在这一点下，那这就是我们谈判的筹码。那么我们需要保证这个质量，你不希望我去牺牲这里面参与的这个研发人员吧？你不希望我为了保证质量，我就用更次的这个，比如试剂，对吧？那么在保证这个竞争力的前提下，当然我们会尽量的节省成本，但是我也理解你有一定的预算，对吧？你需要保证你的甲方公司的这个利润空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比如说付款模式上灵活一些？比如说，通常客户小公司，尤其是他可能会有一个现金流的控制，那他会希望在首付款上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后期，在这个里程碑上，他可能可以宽泛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方式。然后一些大公司，他可能希望看到一些先期的这个前面的效果，可能能够 validate 你这个平台，哎，确实是像你所说的是强大的。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会给他做一些 POC，就是 Proof of Concept 的这样的项目，来验证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的这套工作流是 work 的，然后再做对他比较重要的这些项目。那这都是一些不同的方法，就是可以变相的来满足他对这个价格的要求，但其实并没有去压价。作为一个接人，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如果公司的团队因为一些因素延迟了进度，或者是客户他们的临床或者研发的进度有延误，影响了合同的执行，这个时候 BD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合同继续运行下去？经常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BD 就是消防队员哈。那不管是由于何种原因，由于哪一个人，或者是就是本身实验的这个性质，它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延误，或者出现和之前预期不同的结果。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我觉得沟通是第一要素，而且要及时有效的沟通。及时沟通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两方面，在任何这个项目进行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定期的沟通，比如每周啊、每2周啊、每个月呀，大家可能像如果都是华语群的话，大家会有微信群。如果是英语群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沟通工具，定期的做一些 review。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会让任何的这个更新会漏掉，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个沟通，实际上是有突发事件的这种沟通。那么突发事件，也就是这种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对 BD 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那很显然，这种时候 BD 一定要及时向合作方汇报，但是在汇报之前，我觉得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协调内部团队。首先有两件事情，首先要理解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倒不是说这是谁的错，虽然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责任能够明确到每个人，但这个只是为了帮我们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抓手，就是能够去跟那个人了解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说拿到这个事实，拿到 facts。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协调的过程中，了解发生了什么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跟内部迅速的沟通一个补救的方案。那么这个内部的沟通完了以后，BD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向合作方汇报这个突发事件。那这个在所有人来看，可能都不是一个很想去干的事情，但是我会把它看作恰恰是一个维护和对方信任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想啊，如果所有的事情100%顺畅的话，那从另外一方面讲，是不是 BD 也没有体现自己价值的空间？所以说，往往在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看 BD 如何去处理，如何来提供解决方案，如何用这个机会来维护双方的这种信任。而且往往这种节点在事后来看，可能恰恰成为了你们这种长期合作的一个关键的考量点。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一般危机也就是一个潜在的机遇，可以保持持续的合作。另外一个 BD 需要参与的点是，他会不会持续跟踪潜在客户的研发管线，主动的去寻求 CRO 服务。是的，一定是要持续跟进客户的这个项目。经常的一个操作，至少我和既往合作的我的 BD 同事，我们都会要求，即使项目开展之后，也是一直把我们放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email 也好，或者整个的项目跟踪表 list 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 in the loop，因为后续的这个运营和扩展，还有刚才讲的出现危机，能够及时补救。然后从这些方面考虑 BD 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持续跟进，这个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去追加更多的合作。然后另外一个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追踪这个客户管线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目前这个项目往下自然的这个发展，那么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项目，那新的项目也好，向下发展也好，这其实对 BD 来讲都是非常好的新的合作机会，因为你不需要再去寻找新的客户，在现有的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你可以把它拓展、拓宽，然后加深。所以在日常的这种客户关系的维护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部分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去了解对方的这个研发的进展和他的整个团队，甚至他整个公司的策略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你的了解，你要主动的去推荐他可能需要的一些服务。你感觉是一个很持久的一个过程，它就不是说你完成了这个项目了，你就可以放松了。是的，这个需要的技术可能会和去拓展新客户稍有不同。实际上，在很多大的 CRO 公司里面，它会分成两种，一种是 Key Account Management，就是说去维护大客户；一种是 Sales BD，就是去寻找新的客户，像打猎一样。嗯，它其实是会把这两个职责分开来。是嗯，这样的。你们在发现项目，然后到最终签约，一般这个要花多久时间呢？这个流程基于客户的具体情况，还有你现在这家公司的在整体在市场上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那么有可能短的话可能几个月，那么长的话会到1年甚至2年。大量的工作可能都基于早期的这个准备，从公司的技术侧、运营侧还有品牌侧，然后更多的也在于 BD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沟通。主要还是那个 due diligence 占到更长的时间吗？如果我们讲的是管线的这种 BD 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需求首先上来是需求的一个沟通，这个可能会占据一些时间，就是说双方要能互相理解这个合作的点在哪里。然后刚才你讲的 due diligence 就是整个技术评估，然后包括这个提案，可能这个会占据比较多的时间。如果我们说的是这个 CRO、CDMO 这种项目的话，那么上来的话，我想也会去花一定的时间做这个需求的沟通，就是要了解对方他可能需要采购什么样的服务。然后的话就是一个评估的过程，这个评估的过程会稍有不同。刚才咱们提到大公司、小公司，它会怎么样去压价，对吧？然后我们讲到大公司，它可能有时候会想通过一些这个 POC 的这个 study 来对你的平台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然后你也能够更好的去证实你的技术和平台。然后小公司的话，它可能希望在这个风险上来说可控，它会把更多的这个付款放在后期，就是项目做成以后的这个里程碑的时候付。在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你还记得第一次拿到大客户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心情吗？当时是什么样的经历？对，一定是总是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大客户的这个经历哈。我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靠死磕，就是说这是确实是一个
比较长的过程，也许现在来看也并没有最长，就是确实后来有比他花的更长时间的一些客户。那么我觉得这个长可能主要是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当时我在一个很小的一个 CRO 工作，大概才50-60个人，然后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资源，因为第一次做 BD 嘛，那么更没有什么背景，因为小公司，然后也没有太强的品牌效应。然后我对接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所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他负责整体的这个 outsource， 就是去找一个能够做这个类似服务的这样一家这个供应商。那么这个负责人呢，一开始非常难沟通，然后但是他又非常的喜欢沟通，就是他会几乎天天都找我，就是打电话，然后要求这个每次都要求了解非常多的信息。然后呢，我觉得他一开始也是很难信任我和这个公司，那么这也很正常，对吧？就是刚才讲的，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我也没有资源，公司也很小。但是我觉得后来慢慢的就是它转变的点，实际上是在于我的优势，实际上是我对整体的技术和科学有非常多的认知，足够熟。然后这个对方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个做完 PhD 和博后的这样一个科学家转型，做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所以我们能够深入的聊很多过往的这个科研的经历呀，后来就是聊他的这个需求，他的实验设计啊，还有他们研究的这个思路啊。所以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就慢慢的放下他的这个戒心，而且因为我没有过多包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刚刚做 BD 可能是个小白，也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些东西说得非常华丽，所以恰恰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觉得我很诚恳，因为我跟他说能做什么，这个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后来慢慢的从质疑到非常认可，然后到很信任。最后我们签下了，就是我记得大概过了半年，签了一个多年的合同。那个合同其实后来可能一直持续了5-6年，中间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产品，然后这个应该讲对这个小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建立了非常深的信任，甚至是友谊。因为后来离开那个公司之后，我直到现在和这个人还是保持联系，就是我们每年会有几次见面，然后就是可以说他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了，而不是我的客户，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直接的交易的往来。所以我想总结一下，我觉得做成生意更多时候我可能先前提到一个点，就是长期的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易。我觉得可能稍微凝练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做人，再做生意。就不管干什么，真诚永远是个必杀技。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让人信任，然后这样才能够有一个长久的合作。我觉得去和人，即使你的直接的目标是达成合作，但是你一定是要想这个合作能够持久，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成功的这个谈判。这个最终对自己来讲，在心理上也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这么多年，您个人感觉在 BD 的工作中最大的满足感来自哪里？我想最大的满足感应该还是来自于我最初的一个心愿，就是说能够推动转化。我记得当时我做博后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哎呀，我们做这么多实验，就是很少能够拿到阳性结果，对吧？然后这个阳性结果又很难被重复。可是即便是这样，可能只有1/1000、1/1000的可能，这个结果最终能够被转化到一个应用上，那就更不用谈这个应用里面有多少是真正能够变成药走向市场，能够帮助到患者。所以我觉得在做 BD 的时候，实际上我跳过了前面很多步骤，直接看到了一些技术，它真的通过合作就走向市场了，然后并且造福了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满足感。当然不总是能看到这样的项目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让我有很多满足感。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来源可能就是和很多很优秀的人一起做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成长了，
然后现在随着我年龄慢慢的增加，可能经验也增加了，所以我会有很多机会去帮助团队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满足感。BD 最常见的职业发展路径有什么？您刚提到了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在 BD 的职业发展中，个人贡献会占主导地位，还是团队的领导力会更重要？这个可能我会分两个部分去讲。就 BD 团队本身，它通常结构是比较平的，就是很多公司你去看 BD 团队，它可能有一个 BD 的带头人，但是下面的很多 BD，不管他的职位是什么，总监啊，甚至 VP 啊，他其实都是个人贡献者，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从这个层面上讲的话，好像它的发展路径就是它的中间的这个步骤非常少。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几乎每个 BD 它都要需要和很多部门进行交叉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很多的，可以简单粗暴的说有两种，一个是横向的，比如横向怎么讲呢？你的业务类型可能会拓宽，随着你的经验的增加，然后你的负责的区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广，还有你负责业务的这个价值的大小。也会从这个比较低价值、低风险的变到更加高价值、高风险的一些这样的业务。那么纵向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是个人贡献者呀，还是你是领导啊？有一些 BD 他可能就希望在横向上发展，他可能并不希望花太多时间去培训别人或者领导别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希望自己做一个管理者，做一个领导者。然后我见过的这种可能的途径，一个是有的 BD 他慢慢的他就脱离一线 BD 了，他可能会去做比较多的对别人的培训，然后还有一些呢，他可能希望做团队的领导，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发展路径。您觉得一个优秀的 BD 应该具备哪些能力？一个优秀的 BD，那在我看来，可能一个最基本的能力是有比较快的学习能力。这倒不一定是要求你是一个科学家或者你有技术背景，但是你一定是要能迅速的评估这个技术或者这个平台或者这个项目它的含金量在哪。所以我觉得这种理解力比较重要。然后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就是沟通和谈判的技巧。刚才咱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说这个沟通哈，内部的、外部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不像大家以前认为的说 BD 一定要很能讲，实际上我觉得更多时候 BD 其实需要很能倾听、很能共情。因为这样他才能在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情景下，能够迅速的找到什么方案是能让大家共赢的。当然，还有一些 BD 的技巧，我觉得也要具备。比如说，你要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就是说，可能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不再是具体的项目，不再是具体的业务，你需要具备一个对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洞察力，这个行业的趋势，可能你能做出一个预判，看出什么方向、什么领域是更有价值的。然后就是一个一直都要有的能力，我觉得是项目管理能力。这个项目管理能力，我觉得一个对自己的管理，你的时间，对吧？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然后你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四面八方的都向你压过来，那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当然也有对外的，就是协调各个部门呐、协调不同的资源呀、然后协调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啊，所以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把它总结为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能力。我还想加一点哈，我觉得其实适应力也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有的人情商很高，但是他的税商很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太能适应出差。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把它推广为一个整体的适应力吧，就是说文化的，然后地域的，然后生活方式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说，最终它会影响到你整体的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平衡。听起来我感觉 INTJ 是做 BD 的天选之人。是的，我经常觉得我们可能能够就是比较不带情绪的去处理很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刚才咱们讲的这种战略思维和项目管理能力哈。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刚才提到了很多的能力啊，什么项目管理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还有沟通能力。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医药 BD 岗位通常会需要什么样背景的人？他们会看重 PhD 学位吗？还是说 PhD 学位是你的加分项？然后以及说你是有科研的背景会更好，还是有金融的背景会更好？我倒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背景哈，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作为你这个人和你公司的业务以及这个市场之间的一个切合度。当然，很多是可以通过工作来慢慢获取的。那么作为第一份工作，我觉得能够有一定契合度，肯定是让你能够更快的进入角色。说到这个不同的背景，我觉得每个背景都会有他自己的加分项。比如说，作为一个 PhD 生命科学的博士，那一定你对技术有比较快的了解，然后你能够很快的去理解对方的需求点在哪里。但是呢，反过来讲，我也有很多很多优秀的 BD 同事，他没有技术的背景，但是他能够做到非常快的把对方的需求对接给我们内部有技术背景的同事。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迅速通关的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有另外背景的同学，就是比如金融啊、法律啊，那我想这种背景肯定可以帮助他很快的来设计这种交易，尤其是复杂的一些交易里面的条款和构架。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最理想的肯定是你永远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板，然后用这种团队的合作来补充你的短板。就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就是任务，它一定是团队合作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BD 的薪资结构，因为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BD 的薪资结构通常是由哪些部分组成？它是不是相比于说同等级的一些技术人员，他的薪资会更高一点呢？BD 的薪资结构呢，一般是有这么几个组成部分哈，它一定是有一个固定的工资年薪，比如说，然后它也会有绩效奖金和股权激励或者是提成，但是在不同的公司，它的组成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我工作过的大公司里面，整体来讲，它的这个固定薪资部分，就是年薪部分会比例较高一点，然后它也会比技术人员的工资稍高一点。然后在初创公司里面，可能股票期权，然后这种奖金提成的部分会高一点。然后基于不同的这个公司的阶段和大小，那么它和技术人员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也会不太一样。你问到一个就是说天花板的问题，那么我想 BD 的这个薪资部分的天花板应该讲是比较高的，就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实际上它的发展潜力还是在我看来可能比一般的技术岗要高一些。这也是因为它有额外的奖金提成这种绩效。基于绩效的考核，那么当你达成比较大的交易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市场发展比较好，然后你超额完成了你的任务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一部分这个奖励会拿的比较多。但同时会不会也是一个压力来源？就是说，哎呀，我没有完成绩效，我没有达到公司指定的指标，那我就会有很大的压力。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这么来解释，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通常你的这个奖金或者是提成基于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的话，那么你达成了，你应该也会得到很多的奖励。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达成的话，那么你也会损失这一部分的收益。所以，作为 BD 的话，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如果每天起来都想，我今天是不是能够关单，能够签合同，我能不能拿到我的奖金，那么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也会有非常多的焦虑。我一般对待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注重于就是把精力放在那些能达成我目标的步骤上。对最终的结果，我会比较佛系。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情。然后最后的结果，那我想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对，我们每天上班也是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有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对，因为有很多大环境的影响，对吧？有很多突发事件，那个确实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我们有一个固定环节，就是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魔法棒一样的存在，给你无限的权利，你可以干任何事情，你会希望解决这个领域里的什么问题？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有非常多的噪声，或者是非常多的 distraction 吧，人为的设置的障碍，我觉得会来自于地缘政治带来的很多人为的障碍。那么我想，实际上这个回到我们刚才开始之前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带来的一些恶性的就是 side effect，在政治政策上、法规上面带来的一些人为的障碍，有一些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那么我觉得我会举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签证啊，还有就是说对于人员的流动性的一个控制，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完全不可控。所以如果我有一个魔法棒的话，可能首先会把这种人为设置的障碍把它去掉。我觉得来自于市场的竞争是健康的，是 healthy 的，但是这种人为加上的这种障碍常常是不太 healthy 的。我们一开始聊了 BD 的职位的性质与职责，我们还深入了解了 BD 是如何去寻找和评估业务管线的，以及 BD 的职业发展与薪资。那么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case study，就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制药公司拥有多个长生不老管线，在设计 BD 策略时，作为一个资深的 BD，你会如何决定哪些资产要对外授权，哪些会自己保留？在准备 license out 的项目时，你觉得最关键的前期工作是什么？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哈。首先，核心资产的问题，一定是有一些我们希望留用，一些希望授权能够取得回报的项目。那我自己可能会去这样看，在这些管线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契合我们公司长期战略的一些这样的管线，那么它可能具有很大的颠覆性，然后需要我们长期的投入，长期的去发展。然后它一旦成功的话，可能跟我们自家的这个平台有很高的协同性，或者是它能够成为一个标杆产品。总之就是它对我们自己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不会希望把它转让给别人，哪怕它出很高的价钱，对吧？那这样的一些管线我会自己留用。那么反过来讲，我会授权什么样的管线呢？那可能这些管线它不在这个核心的这种技术路径上面，那么它可能成了的话会给公司带来收入，但是不成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觉得我想继续留着它继续发展。而且经常这种管线，我想它后期的研发成本会非常高，所以这种管线我会选择把它对外授权。尤其我觉得是一些快要进行到临床的，那么它的这些投入巨大，回报的周期也会非常长，所以这些我会毫不犹豫的把它授权。当然是避开刚才讲到的那些就是对自己公司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标杆产品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license out 的时候怎么去准备？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吧，或者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我觉得是整理有关这个管线的所有的这个数据，能够把它最好的呈现在对方的这个数据，我们要把它包装一下。我们经常会说要打包，要打个数据包。那么这个可能包括非临床的数据啊，临床的数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终你要展现这些数据，需要展现这个在做这个管线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强的科学逻辑的。然后我们说到科学侧和市场侧，对吧？那是科学侧我们需要展现，然后市场侧我们需要展现的是，我们也收集足够多的数据，说明你这个管线做出来以后是有收益的，而且风险也可控，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要准备。然后我们讲到就是在 license out 的时候，对方通常他会需要有一个估值，对吧？我们之前有聊过怎么样来估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准备的一块，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同行有没有做过这种交易呀，然后如果没有做过的话，我们从哪些方面能够做一个财务模型，然后这个里面我们自己就是作为 license out 方，要提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包括这个其中的一些条款 upfront 我们希望收到多少，然后哪些里程碑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然后什么样的版税是我们预期的，所以整个这个估值的分析要提前做。
然后就是说，有了这些心中有数以后，我们就要去找可能的机会，对吧？就是我们的合作方，那要选择我们合作伙伴。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需要锁定一些具体的渠道，就是说在市场上可能有一些既定的，比如领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合作方的。然后如果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授权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锁定几个比较大的市场，然后比较成熟的一些商业化的领域，然后也要考虑到我们自身的这个管线的优势，尤其是比如说它是老年病啊，还是说罕见病啊，那么通常这些领域都比较明显。那最后一点，我觉得要准备的可能就是需不需要有外部的顾问，因为通常作为一个小公司的话，它的团队会比较小，那么它可能更有可能需要外部的这样一些帮助。即使是大公司，它也可能有一些自己不能涉及的领域，那个没有或者目前没有办法覆盖的一些模块。那么这种情况，基于这些情况，可能就是需要去聘请外面的顾问呐、咨询公司啊，或者甚至是投行啊，来帮助一起整理数据，或者是寻找买家，或者甚至就是帮助来设计这个交易的结构和估值。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是需要提前准备的。听下来感觉 BD 这个职位它是一个还是很看重经验的一个职位，就你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时间年限越久，你积累的经验越多，它对自身和对公司带来的效益会更大一些。就是对于 BD 来说，它有没有 IP 的这种概念？就好像明星他们会有经纪人，那是不是 BD 也算是药企的经纪人一样？当你孵化了很多成功的明星之后，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 IP。这个是个很好的点，确实，综合你们两个人说的，就是 BD 是一个经验不断积累的职位，然后同时你做过很多成功的交易之后，你自己也会就是有很多光环。那么我基本是同意这个看法的。我觉得可能和很多工作一样，比如说和医生，那么实际上都是一个经验积累，然后通过项目提升自己的这样一种职位。确实，BD 在做久了之后，你首先人脉会积累的人脉资源会越来越多，然后其次你见过的不同的这种业务类型或者是不同的产品也会变得很多，以后你自己会有一些非常深刻的理解对这个行业。我们先前说到一个经验和直觉，我说其实我觉得直觉也就是经验积累带来的一种更快的反应哈。这个实际上这题外话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好像是叫《Think Fast and Slow》，这个里面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心理学上，就是大家有一些很科学的解释，就是说实际上直觉是来自于你对这种知识的建立和这个经验的积累。所以整个这个积累过程其实是对自己个人能力的一种提升。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也欢迎对制药行业感兴趣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听哪些类型的话题，我们会尽量安排。谢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下次再见。